5月4号，贵州的黔西4艘游船发生翻船事故。事故发生以后贵州省的消防救援总队调派了8个支队，共84辆车、248人、16台水下机器人、24艘舟艇赶赴现场进行救援。可是船翻了，人掉到水里了，或者被船扣到水里了，能够挣扎多久啊？生命等不及啊，保命还得靠自救。这个事故据说主要是天气的骤变造成的。本来晴空万里，人们在游船上尽情享受的时候，结果在5-6分钟的时间，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突然间天气骤变，电闪雷鸣，暴雨加冰雹，水域的风速达到了10级。你可见像那些个小小的游船在水里面，就像风雨中飘摇的树叶一样。4点半变的天，可是4点40的时候，江上已经灰蒙蒙的一片，能见度非常的低了。83人落水，1人失踪。那当然是凶多吉少了，最后呢是10人死亡。落水的找到的时候呢，已经没有生命的迹象了。所有的事故就是叫天灾，里面也一定有人祸，而且大部分还远远不止一个人为因素。我们知道最有名的是泰坦尼克号它号称永不沉没。它当时死了那么多人，是因为它船上装的那些个救生艇能够救人的人数，只是船上那些人的人数的一半。也就是说，一共是2209个人在船上，但是救生艇只能救1178个人。为什么没多装点救生艇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主要负责人觉得那些个救生艇装在那个船上不美观。还有在船头上守望的那2个值班人员，他们没有望远镜，望远镜哪去了呢？被上一班值班的人给拿走锁起来了，他们没钥匙。你想想，在黑茫茫的大海上，肉眼去看到冰川，那得多近了才能看得到啊！我们再回来看这次贵州的游船翻船事件，这个船呢一共2层，下面的人坐在那儿没有被要求穿救生衣，只有上面一层叫做观景台，去上面的人才被要求一定要穿救生衣。你想想救生衣救生的这个你不要的话，你的生命怎么被保护呢？还有一个就是在5月3号的下午3点钟有暴雨预警，但是这些个游船没有采取足够的谨慎的措施，还是照样出行了。当赚钱第一，安全第二的时候，那结果就是有这种不安全的结果。不过这次不安全呢是致命的，人掉到水里，甚至被船扣到水里之后，你等这个救生艇来救的话，根本就是来不及的。可是靠自己就是学会游泳了，被船扣在下面了，又怎么办呢？也没用啊。这么说吧，即使你会18万武艺，不管你多么的谨慎小心，人生都没有100%的保证。但是如果你去学了一些个最基本的技能，比如说游泳比如说你健身身体比较强壮比如说自我防卫它的意义在于你做了在合理范围内你能够做的。对于生活当中你做了你能够控制范围之内的事情，这是一种掌控。就这件事本身已经给予了生命的意义。就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说我活着，我没死，我还能呼吸。我觉得它的意义高于生死。当然现在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生了这个灾难的时候10个人失去了生命，说这个话好像是不合适。可是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把现在自己活着的生命能够让他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没有白活，这个不比死更不重要。还有就是多依赖自己，产生安全意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即使工作人员没有要求自己穿救生衣，那特别是不会游泳的人，可以自己有安全意识，自己重视这件事情。到哪儿都应该是一个习惯性的注意周围的环境，是不是人太少了，是不是太黑了，周围有没有让你感觉到不舒服危险的人呢？差不多1个星期前在温哥华，我们这儿有一个很大的原始森林在靠近市区的这个海滨路上，有一位女孩半夜12点之后在那儿没事溜达，结果被一个男人袭击了而她挣脱了之后，这个男人又追上来她挣脱了之后又追上来，接连4次，最后有人听到她的叫喊声才把她给救了。这女孩肯定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可是大半夜12点钟之后，黑漆漆的在那个海滨路上一个人走，这本身就是一个常识的问题。所以要有意识的关注自己周围的空间，不仅仅是哪有好吃的，哪有好玩的，哪有好看的。我们现在的成人需要改变一个观念，我们只知道说小孩要送他去学游泳，要送他去打拳击，要送他去学泰拳，好像学习就是小孩的事儿一样。人是要终身学习的，
做了成人之后，仍然有很多可以学的、应该去学的东西，而且应该不断的去学，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我的游泳、滑冰、滑雪都是在我成人之后学的，30-40岁的时候学的。我也是受了朋友的启发，因为我有一个同学，他成年人之后去学会了游泳，然后我觉得，哎，学会了游泳还可以去学滑冰啊，学会了滑冰，学完滑冰之后，我就想，再去学滑雪。其实学完滑冰之后这个身体的平衡学会了这个技能在学滑雪的时候呢，就变得容易了。后来我还学会了打乒乓球，也是成人之后学的。这个事故已经发生了，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能够得到什么教训。事故发生的时候，第一要冷静，第二要冷静，第三还是要冷静。冷静的时候，人才能够用自己的思维才能去想办法，而不至于惊慌失措。还有就是，虽然事故发生的时候是关键的时刻，但是平时做的这些个准备工作呀，平时去学习，不管是游泳去滑雪、滑冰拳击自卫提高自己的动手能力增加生活的常识都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些个知识会帮我们到时候能够做果断的判断。还有成年人要开始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终身学习。今天看完这个视频呢，如果你们有人去参加什么舞蹈班也好去拳击班也好或者是滑雪、滑冰、游泳班也好的那我提前给你点个赞。我开通了自己的收费私聊，如果想跟我联系的，可以通过王破555圈A outlook.com 这个邮箱联系。关键时候的安全问题，让我们从平时做起。